黑鲨 3S。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黄牛。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刚刚发布的黑鲨的最新款小变种型号 3S。不过这一次呢，它只更新了这个 3S， 这个 Pro 这边呢并没有做更新。不过这台机器我觉得已经非常到顶了，各方面都是为游戏而生。但是最近呢，这个为游戏而生的手机有好多，之前我们也做了这个拯救者和 ROG 3啊，都是非常顶的，而且人家都是865 Plus。那这台 3S更新了什么新的东西？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本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谁说买二手没保障？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有品，3天无流退货，180天保修，国行正品，价格公道，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小白有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机器呢，我们已经是拿到了几天的时间，然后做了一些小小的体验和测了一些数据。咱们先放到旁边。配件方面呢，其实这一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个还是传统的3件套，这个壳子、充电器，还有一根数据线。传奇方面还是一个65瓦，这个还是目前非常快的这个速度啊。截止到录制视频的时候，什么90瓦啊，90瓦这个拯救者那个，如果你要说它算的话，那也就算吧，反正100瓦的还没有发呢。OK，咱们先放到旁边。3S这台机器呢，乍一看啊，感觉跟黑鲨3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从外观 ID 的这个设计上，尤其是我们这个颜色还都是黑色，看起来没什么太大改变。但是我们实际体验了一番之后，总结了一下啊，应该是有4个比较大的这个升级，反正是对于我来说，这4点呢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 ID 的视觉方面呢做了一些改变，这个其实改变并不大啊，这个模具应该也都是一套，这个前后呢看着都是一样的，只是后背的这个之前玻璃的这一块的这个材质，然后做了一个 X 型的纹理，然后看起来呢这个机器更加炫酷了一些，如果你不带壳的话，更加游戏感啊，更加升级了一点啊。正面的 ID 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这次的这个屏幕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首先就是刷新率方面，由之前的这个90赫兹给升级到了120赫兹，不过分辨率没有变，还是1080P 的。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排列方面，它是这个钻石排列的。屏幕的尺寸方面呢，它是6.67寸的一个尺寸啊，这个尺寸呢，我觉得挺合适的吧，就是在今年来说啊。不过在游戏手机上呢，它这台机器的重量依然还是挺重的啊，这个222克，然后4720毫安时的电池，这个电池方面还算是有保障。转到后面之后呢，摄像头方面是三星的6400万的主摄加上1300万的广角镜头，还有一个500万的人像镜头。这个游戏手机嘛，是吧？大家要求并不要这个太高吧。很多小伙伴调侃都是这个扫码就可以了。然后处理器方面呢，这次没有升级，虽然说它叫 3S， 但是也没有到这个865 Plus， 还是865，然后 UFS 3.1。LPDDR5，然后这些参数呢都是 OK 的，然后还有这个 WiFi 6。另外呢，这次在软件方面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调优，就是专门针对大型游戏，也就是这个我们测试的这几个啊，比如说光明山脉、崩坏3、我的世界还有方舟这4大。这个主流的啊，不应该说主流啊，比较小众的这个大众游戏，这几款大型游戏提升有多少呢？官方表示啊，帧率可以提升30%，主流865呢，差不多优秀一点的都在50帧左右啊，这个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帧率了。这台手机呢，我估计应该也会在50多帧。软件方面呢，针对这块屏幕呢，它也做了这个 MEMC 的这个智能插帧的这个技术。另外呢，还有就是新一代 DC 调光，还有这个 Delta-E 小于1，然后 HDR10+，这些都是屏幕方面软件上的这个一些配置，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至于游戏软件层面的升级呢，这次呢并不是特别大。之前看过我们黑鲨的视频，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比如说什么语音控制啊，或者说这个压感屏幕啊，这些东西都是黑鲨的传统了，我们就不每次视频再跟大家介绍一遍了。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压感屏嘛，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反正我个人用黑鲨的时候，这个压感屏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点。这次的软件方面，在我看来最大的一个升级呢，并不是这些什么 MEMC 啊，什么这个游戏啊之类的，它是12啊，这个12呢，大家也都懂啊，它这个官方名字呢叫这个黑鲨的 Joy UI 12，其实呢大家知道它是这个 MIUI 12，对，它升级到了这个 MIUI 12，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吧啊，只不过是它外边这套皮肤呢是用的这个黑鲨自己的这一套，在高刷上的这个优化真的还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这个设置啊，非常明显啊，我现在打开。
然后返回到桌面，哎，这个动画非常非常的漂亮，这种线性的这种感觉，哎，这种阻尼感非常的舒服。然后你打到这个设置界面之后，里边的这些动画呢，也都是和MIUI 12呢是差不多都一样的。对于游戏手机来说，很多人对这种视觉上的东西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这种极致的游戏感软件数差不多。这次在硬件方面呢，这个除了外观的这个 ID 设计方面，它内部的这个散热结构呢，也做了一些小的升级。比如说之前这个三明治的立体式液冷散热，正反2块这个液冷的这个散热管，然后就是内部结构的堆叠层面，它采用的也是中轴线式的这个主板设计。这个呢，对于游戏手机的体感来说呢，真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前面我们体验到的那个拯救者，它也是把这个所有的核心元器件呢放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就是为了让你在横屏握持的时候，然后这个体感会更好一些，发热的区域正好给避开了。OK， 都差不多啊。这个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跑分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个865调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加上这个MIUI 12的加持之后，这个 4S 能表现的怎么样？另外在目前的0726版本中呢，新增加了一个 GPU 加速功能，有点像红魔的那个 GPU Boss 啊。官方表示呢 ，GPU 最高频率呢可达到905兆赫兹，正常的865呢也就是670兆。这个就不怕高通找你麻烦吗？OK， 我们把样张呢也顺便给大家放一下，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黑鲨 3S 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这次 3S 依然是没有尖键的但是有压感屏不过你可以考虑他们另外新发布的这个电竞的手游尖键是一个外挂的。我们实际体验了一下，这个手感确实非常不错的，咔啦咔啦的这个声音，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内涵的配件看这个外观 0.25 极薄的这个指套，这应该是为了防止手上出汗手滑的。反正我是戴不太习惯。简单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呢 3S 算是一个小小的升级，它让用户感知最强的地方呢，应该就是这块屏幕了。这个120赫兹现在给你升级到了顶，而且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钻石排列。对于一款游戏手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提升，因为之前那些游戏手机呢，它有的是用的这个 Delta 排列，在屏幕的素质上呢，可能稍微要差一些。整个这个机器跟这个3 Pro 相比呢，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更倾向于这个3一点，或者说这个 3S 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更像是一个日常用的这个手机，虽然说它很厚吧，这个最厚的地方应该接近11毫米，超过1厘米了但是它整个的外观 ID 方面呢，还是没有那么游戏，这个更照顾了一些日常使用场景。你至于这个 Pro 那就不用说了，这就是一个游戏机这个跟之前体验那几个也是吧，带这个实体这个键键，这完全就是一台游戏机如果要是你日常使用，照顾很多日常使用场景的话加一个壳是吧，透明的也好，这个黑鲨3或者黑鲨 3S 是更加符合日常使用场景的。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游戏手机你就得给我做的和游戏机一样是吧，要不然你为什么叫游戏手机呢？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最近发了很多游戏手机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这个对比一番。我们的数据库这个大部分数据都已经更新了前面的，然后这台手机的数据呢我估计你看到视频的时候应该也有一部分更新了这个也会尽快更新到数据库小程序里边，都可以关注我们小白测评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更多内容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博观正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3S 小升级。